你这怎么回来了？我怎么回来了？我跟祖师社申请了，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，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。那你这回来了，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？家里人怎么办？我老婆说了，孩子大了，不用我们操心了。她也知道，我就算回去，案子破不了，我也睡不好觉，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。能不能行？先不讲，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。哎，是谁喊你撤下来的？你傻呀？贴上。贴。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，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。我和杨雄啊，一直守着这个案子。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，也都由胡伯保管着，1个星期汇报1次。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，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。谁说的？啊？只要有我们在，专案组就还在。严守纪律，严守纪律；保守秘密，保守秘密；秉公执法，秉公执法；清正廉洁，清正廉洁；恪尽职守，恪尽职守；不怕牺牲，不怕牺牲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。明海，我愿献身这个娃娃看起来眼熟。人民公安事业。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吗？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。穷欢欢的同学顾文龙。杨队，他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。18年了，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，勇壮两岸。秦总，2014年的时候，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，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，享受正科。在基层，不要说正科，你干一辈子，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。明海符合这个条件，可以提前退休，但他就是不退休，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。这个案子要是不破，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，真的是，就是想要一个结果。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，现在还保留哪些？这些年呢，我们清江市拆旧楼盖新楼，这个录像厅没有了，行长家还在啊，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，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。那我能去看看吗？什么时间？现在吧？明天吧。秦总，咱明天回培兴就把明天的机票退了。好。
不是原来的了，原来的锁怕别人有钥匙，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。秦总，这个法子呀，都是胡伯想的，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。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，等个结果。包括老杨和老金，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。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，怎么对得起他们呢？秦总，你看啊，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这边呢，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，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，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。当时呢，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，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，被子上全都淋了酒，他就是想炸毁现场。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，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，窗子还开着，所以就没炸成。先不说案情了，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，说说你们的分析。哦，我认为呢，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。1点40分，娃娃要上学，门刚一打开，2个人就进来了。而且呢，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，对不对？根据这个勒痕判断，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，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边控制了夫妻2个人，控制了这个现场。我们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、酒瓶、瓶盖都拿去捡了吧？捡了，都捡了。对，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4个连指的指纹，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，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。都有。都试过的。没有进展是吧？对。对，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，头部1枪，还有腰部1枪。这个房间哦，这个是邱安欢的卧室。这些年啊，一直保持着原样，就没有动过。哎，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？哦，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。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，结果也没发现。秦总，蒋局长，你怎么来了？秦川同志吗？你好，我姓蒋继忠。蒋局长，哎呦，您能来太好了。秦总，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。我今天冒失的过来，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。老局长，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，您多指教。指教不敢呢。小杨、小金还有小胡，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，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。18年前，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，现在你看，头发都要白了。秦总啊，你能来我们这里，我们都很高兴。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。案发当时，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，案子破不了。回去的时候，我这心都要碎了。当时我说，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？结果没有。后来我要退休了，我又说，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？结果还是没有。现在我的愿望是，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老局长，您放心，我们尽力，我们一定会尽力。
秦总，差不多了，走1万多步了，你再走，你这腰受不了了。你别拿我腰说事啊！我这腰，我媳妇儿给我治差不多了。你要腰不行的话，就坐会儿。哎，坐会儿吧。清江两岸你怎么看？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，要我说必须得干。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，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，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。真的，秦总。这个案子呀，这么多人，不是说大家不努力，没本事，是受时空条件限制。不光是清江两岸，还有很多奇案，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，一直破不了。是，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，清江这案子不算好，只有足迹跟指纹。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，侦破手段比以前多了，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。但是两岸是个典型的冷案，你要是破的话，第一得等技术进步，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，下大决心才行。那说到点子上了。我在想啊，这个它不是一个案子的事儿，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。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，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？搞一个结案攻坚行动，把那些结案冷案都拿出来，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。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？一次可能还不行，要陆续开展。秦总，您是认真的？你以为我说着玩呢？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？没什么不该说，想说就说。您说，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，会不会有些人他心里不舒服？那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，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，是吧？我说这个绝不是挑拨啊，我也不是怕事儿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就是担心您，秦总。我们得保护好您。你说的这个我明白，谢谢你，小波。我的意思是，从近几年开始啊，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%以上，甚至更高，啊，这大部分的案子啊，及时能破。但是命案，你就算有1%不破，那也不行了，那不是生命吗？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，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，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。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？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？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，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？有多少冤魂？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，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，对不对？对，您说这些都对，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，那怎么办？大郭，这事儿啊，咱们得这么看，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。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，什么获得什么利益啊，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，一定会有好结果。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，命案必破，不是说我们100%的能破案，是有案子就得破，不能停。秦总，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
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，拿出多年来最棘手、付出心血最多，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嘛。然后我们就发了文，之后呢，陆续是收到了几批。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，还有一些照片啊、检材什么的没让报，然后我跟这个国家级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。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？看了。从今天开始啊，要连续3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。我的意思呢，这案子再精，不在于多，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，作案手段恶劣、影响比较大的案件。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，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。明白，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小雷放一下 PPT。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了连续3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。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，并对其中2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，手段是极其残忍，社会反响强烈，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。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8起挂牌督办的案子，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。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。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3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。这个案子也是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，已经6年了。第3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。这3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。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梁城系列案啊，怎么没报上来？梁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，但是主要考虑到吧，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，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，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，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。我再强调一下啊，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，有一个原则，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、手段恶劣、社会危害大的，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，因为这个女性啊，还有儿童，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。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，就是我们的失职。这样吧，你们先筛选一些，然后上报，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原厅有什么想法，好不好？好。秦川，我同意你的看法。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，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，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，怎么破案？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，还要考虑条件。袁婷，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，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。像吴老师、曹老师这种大专家，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，我哪敢打这包票啊？但我是这么想的，这些案子啊，有这么多年的基础，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，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，那没有条件的，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？这些案子最多30年，最短的4年，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，那我们努力了，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，让下一代人接棒啊。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？我想把这个活干了。说得好，你放心大胆的干，厅里全面支持。秦川，加油！哎呦，师母，请传。吴老师啊，来了。哎呀，好啊，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？哎呦，吴老师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您。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，您别怪罪我就行。我怪你说什么呀？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，全省各地的跑啊，这是好事儿。在其位谋其政，啊！川儿，去清江了吗？去了。
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。我打算把清江两岸，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，搞一个结案攻坚行动。哟，谢谢师母啊。这我都听说了，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，想跟你聊聊。哦。清江、梁城啊，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，我是都去过的。这案子没破了啊，是有各方面原因的。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，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，结果没破呢，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。其实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。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，这个难度是挺大的。高二啊，你能牵这个头啊，也是大好事。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，必须得干，啊，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，那不是指100%能抓住凶手，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，吴老师。是啊，是啊，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。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，是人心是暖的。人家州里、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，在各界的领导也好，所有人吧，都心系两岸，觉得不破这案子，这是刑警的耻辱。大家呀，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。这样，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，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。是。来，你看看，这样，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，这些记录。是这里边有清江的，也有梁城的，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。我这个年龄啊，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，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。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，咱得算一份。哎呀，哎呦，吴老师，这太珍贵了。温老师啊，您是温老师，我破这些积案，还要仰仗您。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，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。小二啊，这个未来呀，未来是你们的。刘林做了个表，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？拿到了。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，啊，有100多人吧。刘主任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？挺好，这够全的。哎呀，我没意见。你是把刑侦这点掐铁儿摸的可以，够清楚。那要干这个事儿，必须得摸透啊，是不是？包括您在内，这些专家骨干，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厚实家底儿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，打的到底好不好，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！听到了吧？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。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？别呀，你要是下车了，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，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？真要下车啊？来得及啊！小刘，哎，把车靠边停一下，有人要下车。好嘞。别，师傅，别停车，对，开玩笑呢啊！哎，秦总，
这次的攻击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，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。哎，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。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，以老带新。再说你下车了，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，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？对，没有人要下呀？没有，我肯定不下车。秦总呀，终于把你们派来了。哎呀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。哎呀，客气话就不用说了，你看都来了啊，曹老师，这个曹阳、苏畅，还有雷主任啊，那更是急性子啊。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建材去了。哎呦，太好了啊！曹老师啊，有你和秦总在啊，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。18年了，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。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，你们还是小伙子，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。哦，就是呀。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！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，扛在肩上。秦总，这个所有的情报、会议记录、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。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，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，没办法，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，把材料进行了翻拍，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。好，你看，这个我们办案子啊，还是以审判为核心。我们这些结案不光要破，最后还得诉出去啊，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，啊，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，啊，你看看，啊，就这么一份材料，保存的这么细致啊，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，这就是用心啊。吴老跟你爸。1999年，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。今天呢，大家以前不懂，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。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，啊，好吧，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。曹老师，您呢是大专家，我下面讲的这个话，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，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。杨队长，我们不迷信权威，不搞这个。你坐。你呀，放心大胆的说，把你的疑问讲出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先讲了。说，这个4连指纹啊，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，这个是非常少见的，还有变形，只在现场出现过1次。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，还是多个人留下的，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？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就是说，我们带着这个指纹，围着全国跑了个遍，就是比不中。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？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？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。这个4连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，有没有鉴定价值，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。出来之前，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，因为以往啊，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，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，我们重新思考，重新解决。曹老师说的对啊，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。秦总，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，我再说个问题啊。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？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？为什么这样讲啊？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，可是呢，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，就是找不到同款。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，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。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？雇凶，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。
秦总，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，当年就有争议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到现在，也没个结论啊。秦总，我想讲两句。你说，这个清江两岸，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钦才，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。一部分人认定这个钦才，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。那你自己呢？你自己怎么想的？你说说。报复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。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，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，一点反应的能力，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，啊，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，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，颅脑受损，引发死亡。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，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，我们看一下 PPT。2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，埋伏在拐弯的地方。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，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，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。可以说，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，下手又快又狠。我觉得，不是抢枪，就是杀人。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，单纯想搞一把枪，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，他何必要杀个人呢？对呀，这个如果是钦才的话，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。但是18年过去了，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。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，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、最热闹，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。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。是，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。如果真是钦才的话，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，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？而且，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，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。裘欢欢，这个是我的同学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是没有恨的话，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？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。当时呢，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，东西丢得到处都是，连大衣柜都给翻了。后来我们勘查得知，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，还有一些纪念币。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。而且我们发现啊，在这2起案子中，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，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。有钱人早就扔了，他为什么没扔？他没有钱，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。哎，明海，这个钱呢，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，这个和报复不冲突。这个邱行长呢，他业务能力强，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。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，掌握了一条线索。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，结果呢，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。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，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，2个人就有了矛盾。还有啊，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，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。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，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，也就是说，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。哎，你这个拷问过，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。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。哎，老金，如果是钦才，那齐副所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？时间仓促，来不及。哎，如果是报复，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，那就不是偶然。这2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，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。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，结果呢，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，不存在任何的关系。这2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结合点。
这个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们在现场呢，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2个人的身份证，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。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，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？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！当时又没有监控，又没有田野，完全可以想拿就拿。没有这个可能，他也许是害怕呢。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，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？你也不敢吧？他怕什么嘛？他这个样子的人。好，挺好啊。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。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都说出来。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。清江这案子18年了，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，这挺不容易的，下面呢，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第一，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，是侵财还是报复，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。第二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？不管是指纹呢，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都要得出一个结论。第三，要重建现场，重新把检材再查一遍。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，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，他不是全程戴手套。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？得查，要查清楚。另外呢，还有弹壳。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，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。另一个呢，是还在现场呢，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？这个都得搞清楚另外呢，有没有检材能检出 DNA， 也要核实一下。这案子你怎么看？你看出来了吗？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。这案子尘封18年了，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，你说一句，他说一句，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，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。 4个指头都是斗纹，还是连着的。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。像那种情况，比例占多大呢？你说？哎，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，这4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也怀疑这4连指指纹能不能用，是不是？我感觉像。要我说怀疑没用，就一个字儿干。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，那4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，你就得用，往死里用，知道吗？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，是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呢？你就别提了，我这清江这爆炸案子干一半，江山过来截胡了，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，这回好了，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，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呢。就冲你这干劲儿，我看好你啊！不是你干嘛呢？趴那半天了，蹲兔子呢，一动不动的。什么？蹲兔子？对。你要说蹲兔子，哎，还真是蹲兔子。你别着急啊，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几点？没人呢。谁呀？快了。哎，那是秦总吗？那是出来了，是不是秦总？干嘛呢？搁那儿？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？合着你拿秦总来算的？我什么都没说，兔子你说的。不是，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？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。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，一沾上案子，马上就停不下来。他琢磨事的时候就出来溜达。你看，脚跟脑子同步，有意思啊。
秦总，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秦总啊，我跟您一样，找个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？琢磨出啥来了？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。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，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，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？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，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，办基案，他们是主力，我们上来就给定论，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。办基案，他们是主力，我们上来就给定论，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。那是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就班机啊，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来，得点燃他们的热情，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，这案子也没法破了，对吧？当然，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，但是千万别忘了啊，破案，人才是关键，要时刻记着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。哎，秦总，那会上争论最重要那几个问题，您是怎么看的？他是侵财还是报复？是本地人外地人？大国，我跟你说过吧，别总问我怎么看，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，啊，你们琢磨琢磨，回头有机会碰一下，看是不是一样的。那行吧。你在那干嘛呢？溜溜达达的。这不学兔子呢吗？学什么兔子？郭家麒说的，兔子不动不思考。谁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？哎呦，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？梅主任，梅主任刚回来，还是年轻啊你们。思考案你怎么样？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眼啊，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啊。你尤其那个窗帘啊，什么电饭煲，你这都得采样啊。哎，又是看五楼的，18年了，这案子怎么还没破呀？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，好多年前就见过了。这么多年啊，他们经常来。哎，注意这儿啊！18年了，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啊，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。曹老师，你看看，到今天为止，你们2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，2代人查一个案子，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。
手机，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？脑袋都让你转晕了。杨队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该出个结果了吧？你要不要去问一下？不可以，不像话！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，你跑去问，像是对人家不放心。是啊，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，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？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。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，我们谁都睡不着。问也不是，不问也不是，你到底要怎样啊？小顾，哎，你和曹阳他们熟啊？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，你去问。好，好，可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就这样子去问啊？啊，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动动脑筋。哎，小曹，哎，苏大妹子，饿了吧？啊，给你们买了些吃的。辛苦了。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，知道你们吃不惯，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。你们太贴心了。杨队长，你们这么晚过来，哎，没有事，没有事啊，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，这个，你们忙的怎么样了嘛？要不要人帮忙？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，但是这个啊，打个杂还是可以的，对吗？啊，可以的嘛。杨队，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，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，抱歉。啊，没有事，趁热吃，趁热吃。早点吃完，回去休息。你们也辛苦了啊！对不起啊，让你们失望了。哎，没有的事儿。苏大妹子，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。没有事，真的。我们走，你们安心吃饭。我们走吧。好，好，我们走了啊，趁热吃，辛苦了。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，啊，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，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，啊，提取了大量的检材。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，您二位先说说。那老曹，我先讲。是这样，我们对这个窗帘、衣柜。还有桌上的杯子，电饭煲就等等吧，我们都做了勘验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， 但是呢，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，也就是说，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，就不具备采用价值。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，确定了，不在案发现场。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，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。大家也不用失望啊。这个没有收获，也是一种发现，啊，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，啊。现在我们能干呢，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，用透了。秦总说的对啊，关于那枚4连指指纹，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，我们一致认为，这个4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。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，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。
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？钦才。我为什么判断是钦才呢？之前我们了解到，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，没竞争过，是吧？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。他竞争都没成功呢，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？另外呢，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，跟钦才有关。地点是家里。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，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？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？是吧？而且我觉得，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。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，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，晚上应酬多，是吧？那你告诉我，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？为什么要去家里？而且他家里有2道防盗门，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，踩过点儿，摸过。我说的钦才，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。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，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，好吧？在原则问题上，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。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？本地。为什么说是本地？之前我们也说过，在本地买一把枪，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。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，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，他了解他，对他很熟，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，所以才会破坏灯绳，从背后伏击，动作迅速，配合默契。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。另外，这个所长行踪不定，肯定跟踪过他，踩过点儿。行长的案子一样，对家里的情况很熟。2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，人手地手，抢了枪，本地作案，这就是我的判断。对，没错。那现在呢？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，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。打指纹，从本地人采集。现在我们这个案件，这个4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，也是唯一的突破口。秦总，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，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，那真是没少学东西，真的。不武断吗？怎么能说是武断呢？您看您发言的时候，您说的那些依据啊，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，哪个能插得上话？顾文龙，行了，别拍。你们俩也都猜对了。秦总，您这话说的什么？猜？我们不是蒙的，我们跟您一样，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。是吧？对，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。我跟你说，秦总，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。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得意啊。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。这样，我跟厅里商量一下，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。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，然后组织指纹采集。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。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。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，一定要保实保效。好，秦总，还有我呢。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？那跟我去东林，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。行，还有那谁曹老师呢？他不去吗？曹老师不动，先回旭城。爸。您明天要走。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。没什么东西，用不着。我妈打电话来，专门交代的。好。你们明天也要走吧？对，明天走。
去东林，清江这一战啊，算是结束了。越是这种案子，越锻炼人啊。你这次来清江，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。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，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，就是指纹和 DNA，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。过去破案靠调查、走访、询问，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，18年了，再走访，我觉得挺难的。爸，说句实话，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？容易破的，那还叫急案吗？爸，您心脏又不舒服了？没有啊。那怎么带这个药呢？哎呀，我是备用的。爸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。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，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。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。那你是怎么想的呀？说真心话，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这么拼。您现在应该退休，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，陪陪我妈。你真不了解我，你让我在家歇着，那才叫得病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人生就得做事情，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。只要我脑子还好使，腿还能走路，我就要一直干下去。再说了，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，经验也好，传授给你们吧。办急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，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小小的私心吧。明白了？你还有什么心事说？我觉得这个案子啊，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，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。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，心里面就特难受，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。这就是客观事实。你呀，也别往自己身上揽，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。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，就是授之以鱼，不如授之以渔。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，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、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。然后我们走了以后，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。明白了？爸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你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，的确是因为你们想的跟别人不一样。瞎说，什么大师啊？就是大师。哎呀，秦总，哎，杨队，我还赶上了。哎呀，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，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，拿过来了。家里做的？对，家里做的可以。对的。啊，这个是糍粑。对，那这个好吃，我尝一个啊。尝一尝，尝一尝。谢谢。给。好。啊，你拿一下，苏大妹子，你拿一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是特产啊！好，路上吃，路上吃。谢谢。
陶队。哎，我听市局说，省厅要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。啊，对呀，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。怎么样？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？临门一脚了，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。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。怎么跑平城去了？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？不跟你多说了，见面就知道了。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？哎呦，你还不了解？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？我更迫不及待了。还得开17个小时呢，哎，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。你们先别睡，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，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课呗。好啊，您想从哪开始了解？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。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，对，为了办这个案子，连大庆率都查了。对，秦总，这个陶队呢，他叫陶维志。哦，您是不知道，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。为什么呀？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？真的假的？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，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，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？那会儿不懂，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。刘叔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您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我是历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。您好，钟局长。我们市局来了6个人，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。咱们东林县来了2个副县长，一个政法委书记，县局的方文局长，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都在现场。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，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，全力投入案件侦破。辛苦了，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，是厅长亲自批的，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，按照惯例叫419案。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，尽快破案。现场是在这边了对，咱们赶紧走2步我跟你们说一下，死者是3个小学生，都是小女孩。他们是一个9岁，一个10岁，还有一个11岁。这3个孩子是邻居，就是前天的中午，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，这3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，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。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，3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，亲属们着急了，就开始到处找，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，就在一处废弃的窑洞里发现了这3个孩子的尸体。第2天上午发现的。对，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。方局人来了，张县长、刘书记，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。这是咱们方文局长，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，领导，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，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。他们昨天在这儿摸了一晚上，提取了物证，也做了尸检，初步判断这3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，看上去是被暴力掐死的，而且都遭了性侵害。严主任，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。情况是这样，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，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，经过比对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。对了，在现场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。黄山牌。在这个3个孩子的身体上、衣服上、
及现场的遗留物上，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，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。同一个人的是吧？对。咱们过去看看吧。是啊。慢点啊，注意脚下啊。刘叔，就这些窑洞啊，都是废弃的。这几年啊，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去住了。啊，前天晚上，亲属啊，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，因为当时啊，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。枣刺是什么意思？枣刺，枣树的刺。啊，枣树的刺。对，因为挡着，他们就没有找到。昨天上午啊，又来找，拉开枣刺后，才发现这3个孩子都在这里面。那现场是说在里面？对，是吧？现场就在里面。来，我领你们过去。慢点啊，这就是现场。但是啊，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。是怎么判定的？是这样，因为啊，这3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，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，啊，这是第一。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，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，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。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，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。4点是吧？啊，对，1点到4点，作案人数为1个人。我们初步分析啊，3名被害者生前啊，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，与犯罪嫌疑人遭遇，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，遭到了捆绑、殴打、性侵害、恶警、五毒口鼻而死的。犯罪嫌疑人啊，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，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，然后啊逃离现场。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，怎么回事？你急啥嘛？啥叫我急啥？3个娃娃的命，三妈都快疯了，天天给我打电话，我能不急了？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？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，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。老杨，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？人为什么来？这是咱的主场，咱案子没破，人可不得来嘛。人家说了，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。我现在最基本资料我知道没有。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。参案民警分5路开始调查、走访，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。刘处，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，给大家说一说。什么让指示？我觉得现在先这样，还不能下结论，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，好吧？啊，好。哎，雷主任，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？哎呀，别乱说话。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。哦，对啊。DNA， 他要是能破案，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。具体怎么回事，你给我讲讲。您是？喂，陶队，跟你汇报一个情况。侦查员摸到1个人，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，是个老光棍。有人反映啊，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，被他骂过，赶走了。侦查员认为呢，他长期独居，对现场环境又熟悉，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，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，连夜突审。我马上来。杨队。那是谁呀？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。
曹队，你还记得我？DNA，对，刚抓个犯罪嫌疑人。啊，那是，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。可以啊。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？电话号码有吧？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。快点快点。叫我小苏就行。雷主任，接下来能有什么想法？有 DNA 就够了。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做 DNA 排查吧。DNA 排查，那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？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，这个范围不会太大。你毕竟这个县它没有多大，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县边上，挺偏的，外人不会到那儿去。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，看看当天下沟得有多少人，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。另外，窑洞边那个村啊，这些人呢，你要按年龄采样，做 DNA 排查。够了。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？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？可以。哎，曹队。曹队。小队，来坐这儿。你这一夜没睡，你怎么样？结果出了吗？熬了一宿，就是不吐。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？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，也不麻烦。做 DNA 多长时间？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。我轻声一点吧。怎样？不是。DNA， 这简单了。早知道昨夜间就不跟他熬一宿了。哎，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，国务边这个村子排查就用这 DNA， 能准？哎呀，这个您放心吧 ，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，都已经用了7、8年了。DNA 有点厉害。进来。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，只能先从采血开始，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。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，做起来却很难，苦是真的苦。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，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。哎呀，这个基层民警啊，真是不容易。本来以为有了 DNA，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，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。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。他走火入魔，那应该是14年之后的事儿。近日，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、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，经过系统研究论证，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。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。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，一经发布，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曹操，这位生活在干啥去了？多年前，我差点出去找你。他的 DNA 还存在吗？
查红摩托车啊？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？ 哎呀，你说说我啊们需！要了解什么是 DNA。一个90多岁的老汉啊，全称为脱氧。他自己鞋都看不清，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？哎，都查了4年了，也没个结果嘛。科学研究表明 ，DNA 包含着大量的4年了，都不知道咋过来的。你说说，咱们这天天查漏补缺这种事儿，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，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。哎，我就想不明白了啊！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？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，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？方向也没有吗？哎，行了，你们都看看这，你看看人家这，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，咱这算怎回事？还行讲了。DNA 的检测结果就会越准。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咱这是大海捞针。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，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， 他不死心，想让咱们呀去任城、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，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，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嘛。面对这样的那这好事儿，我们的科研人员又是如何应对？可咱也不懂啊。这不懂就去学嘛，张嘴干啥的？不会问吗？啊，真是。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，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，还真是啊，真是啊。然而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你找啥呢？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，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，我找着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，可是。喂，你苏畅吗？我东林县举行镇陶卫志。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3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，你来了，给我的名片，还记得吧？我是副大队长，陶卫志。哦，陶队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什么事儿啊？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？4年了，没有结果。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。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，科技一览，说这个曹操，就三国那个曹操，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。我就想啊，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，那是不是有希望啊？有什么法子呀？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，是吧？你问对人了，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。哦，是了。我这儿有一个同事，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， 而且搞得还不错。你等会儿啊，我让他跟你说。好啊。谁啊？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，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。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王然？对对对，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？你跟他说说。哦，好。喂，哎，陶队，您好，我是曹阳。你也姓曹啊？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？什么？什么曹操？没事，曹专家好。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？是。那这样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叫王然，他在于河，正好在于河呢。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。好啊。然后呢，我让苏畅把他的电话给你，你们直接联系，好吗？好，谢了啊。怎样了？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？批准了。好，买票吧。你怎么不直接去培兴找曹阳呢？他技术也可好了呀。这点小事还用上培训，自己解决了。经费问题。哎，这案子一直破不了，去了怕挨骂的。那倒也不至于，都是为了工作嘛。领导们啊，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。
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，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？来，走。你们的案子我看了，有 DNA， 应该能破。话这么说，就是破不了啊。唉，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，一个是没有库，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。那现在就不一样了。你把那个，这不有多少步骤，你教教我，我这都不懂啊。好，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，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。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、分析，还有大量的实验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。当刑警的害怕吃苦，这享福来了。那就我的笔呢？这儿有笔。讲讲。哎。来，出来了。出来了，陶队、杨队、程队，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，他是我们于河下面舒城县人。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。什么意思？这就对上了？对啊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，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。这案子要破了？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？不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。找到了？哎，别，你先别着急，再等一会儿。现在只是初步比咒，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。